美援助即将到来，乌军不再接上炮弹，摧毁俄军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ATACMS 替代者出现，俄本土不再安全，乌克兰需要大量防空系统，提防俄军导弹与反扑。NASAMS 全面升级，对抗俄军弹道导弹。新加坡独特号下水启用，成为东南亚最强水下战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在美国援助推迟的近7个月时间里，乌军损失了5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但俄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美国通过了援助法案，且预计会在1周内送达，这让乌军放开手脚，直接遏制住了俄军进攻的势头。乌军在加大炮击力度的同时，也使用如 GMLRS 等武器，摧毁了俄军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这一点从4月24日到25日乌军发布战报，俄军损失持续走高就能看出。在阿夫迪夫卡前线，乌军第115旅在奥切雷泰恩之前可能由于弹药和装备短缺问题出现了短暂后撤，导致俄军向奥切雷泰恩和辛巴赫穆提夫卡有了一定的推进。但现在随着援助的到达，乌军第47旅、第110旅等部队已经开始在这个区域反击，可能会对俄军的突击部队实施绞杀。在巴赫穆特前线，俄军正试图从博赫达尼夫卡、伊万尼夫斯克攻击，进而包围恰索夫亚尔。目前战斗仍在继续。乌军第92旅等部队正在伊万尼夫斯基和克里什奇夫卡之间持续反击，试图将俄军在伊万尼夫斯基的突击部队切断。而且得益于美国援助即将到达的消息，乌军在一些关键区域加大了炮击和反击力度。据25日战报显示，俄军伤亡已重返1000人。此外，在4月24日凌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斯摩棱斯克州州长瓦西里·阿诺辛称，袭击造成斯摩棱斯克和雅采夫斯基地区的燃料和能源设施被破坏。目前，俄相关部门正在紧急处理善后事宜。同一天，沃罗涅日和利皮茨克地区的类似设施也遭到袭击。其他如比尔格罗德、库尔斯克、塔甘罗格、莫斯科等地区也均有不明无人机出现。可见，乌军反攻已经悄然开始，打击俄本土目标将成为常态。美军部署微波武器。根据媒体报道，美国空军已经悄然部署一种可以通过高功率微波摧毁和设施的电子设备，同时又不会造成人员伤亡的导弹。这种微波武器安装在巡航导弹上，从空中平台进行发射，可以在低空飞入地方领空，然后发射高功率微波脉冲，摧毁任何电子设备，但不会造成其他伤害。这种高功率微波武器被称为 CHAMP， 是由波音公司的鬼怪工程部为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开发了导弹，并在2012年进行了测试。在测试过程中，美军在一栋2层建筑物内放置了大量电脑、安全以及监控设施，然后让 CHAMP 导弹飞越建筑，最终成功摧毁了建筑物内所有的电子设备，但没有损害其他任何东西。时任空军演示试验所高功率微波部主管证实，已经有20枚 CHAMP 导弹已经投入使用。这款微波武器是以敌方指挥和控制中心为目标，可以连续打击多个目标。外界猜测，美军在此时部署微波武器，目的就是为了伊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承诺将继续提供更多远程 ATACMS 导弹。等援助到位后，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地区的俄军事目标，如机场、补给站、基地和控制中心都将遭到打击。这有可能使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争和后勤战略。而且即便美国 ATACMS 导弹打到最后不够用也不怕，因为它的替代者也已出现，后续可能会援助乌克兰。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好兄弟波兰的 CTM-209 弹道导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4月25日在位于庆南昌原市的公司第3厂区与波兰军备局签订了韩产多管火箭系统天吴第2批出口合同，合同金额 16.44亿美元，其包含了72辆发射车、射程80公里的 CGR-80、290公里的 CTM-290 以及152门 K9 自行火炮。其中 CTM-290 导弹的射程和弹头性能据悉与美国即将交付给乌克兰的 ATACMS 大致相同，由波兰龙虾 K 火箭炮系统发射，能大大提高波兰军队的作战能力。考虑到波兰是乌克兰的铁杆支持者，因此天吴多管火箭炮系统及其弹药说不定今后会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当然，美国援助法案虽已通过，欧盟也将会在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讨论为乌克兰提供1000亿欧元援助基金的事情。但援助到来的最后这段时间里，乌克兰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提防俄军狗急跳墙。
再次进行导弹雨等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与北约乌克兰的视频会议上说，乌克兰至少需要增加7套爱国者或其他高端防空系统，才能抵抗俄军空袭。为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议结束后就表示，盟国同意向基辅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欧盟也亲自敦促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向乌克兰捐赠部分防空系统。目前的乌克兰至少拥有3套爱国者系统，其中1套由美国提供，2套由德国提供，并依靠前苏联开发的 S-200、S-300 等防空系统进行防御。虽然武器简陋，但根据乌克兰官员的说法，乌军上周使用改装和升级版的 S-200 系统击落了一架俄军图 -22M3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整个俄乌冲突期间，俄军空袭主要动用的是导弹和无人机，但考虑到成本和数量等问题，对乌军威胁最大的应该是俄军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如 KH-101、KH-555、见证者136等。自从美国战斧导弹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中大杀四方，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后，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研制和部署这种武器。俄罗斯呢，自然也不例外。上述的 KH-101 是俄罗斯最新研制的空射巡航导弹，配备了常规战斗部，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其最大特点是采用隐身设计，并借鉴了美国 JSSM 导弹的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非常重视导弹 RCS 的控制，以此来提高突防能力。只不过 KH-101 导弹的吊挂式发动机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其隐身性。亚音速巡航导弹之所以难以探测和拦截，主要是因为其有小型涡轮喷气或涡扇发动机提供动力，能够使其在敌防区外发射，且能贴近地表飞行。加上采用的地形匹配制导，还可以充分地使用地形进行掩护，极大避免了在发动攻击前暴露的可能性。要是再如 KH-101 一样加入隐身设计，就更难被发现了。那该如何防御巡航导弹呢？巡航导弹的防御系统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即传感器、射手、作战管理系统。传感器及雷达、红外探测器等，主要用于探测和跟踪来袭的巡航导弹；射手及地空导弹、战机等一切可拦截和摧毁来袭导弹的武器。作战管理系统则负责协调传感器和射手的行动。对乌克兰而言，想要防御俄军的巡航导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探测和跟踪到俄军导弹。毕竟经过这3年的战争，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早已被打得千疮百孔，即使有欧美国家提供的爱国者、NASAMS、IRIS-T 等防空系统，最多也只是提升了首都基辅的要地防空能力。而且俄军对欧美援乌的防空系统也进行了针对性打击，导致乌克兰目前的防空设备依旧是零零碎碎的防空雷达、几套防空系统以及便携式防空导弹，没有形成完善的防空体系。对付俄军直升机、固定翼战机还行，但若遭到大规模的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空袭，那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前段时间的俄军导弹雨没能尽数拦截，乌军除了武器弹药缺乏外，主要问题就出现在探测和跟踪上。我们以美国提出的巡航导弹防御架构为例，在探测跟踪方面是需要卫星、预警机、长航程无人机、基地雷达等探测装置来组成严密传感器链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探测任意方向来袭的巡航导弹，进而选择射手进行拦截。而乌克兰虽说有北约的情报做支援，但依旧有很多平台并未直接下场作战，平时只是沿着乌克兰和东欧几个国家边境线飞行，来对付俄战斗机、轰炸机等大型目标进行探测和跟踪。但像 KH-101 这样的巡航导弹小目标就很难进行探测跟踪，若是只靠地面雷达，其又会受地球曲率的影响，拦截窗口时间非常短。因此对于乌军而言，大规模高强度的俄军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来袭依旧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好在如今美国援助法案通过，欧美各国也纷纷表示会援乌防空系统，俄军巡航导弹和乌军反巡航导弹的较量还会持续下去。值得一提的是，挪威对 NASAMS 进行了全面升级，使其不仅能够击落战机和巡航导弹，也将具备对抗弹道导弹的能力，或将援助乌克兰。美军打造千架僚机。根据媒体报道，美国空军宣布，将由安杜里尔工业公司与通用电子公司继续设计、制造以及测试第一批协同作战飞机。作为美国空军机队现代化的重要项目之一，协同战机 CCA 计划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获得一种可以与有人飞机协同作战，能够在战斗中进行空袭、侦察以及执行电子作战任务，以此来扩大有人飞机的攻击范围，
同时还要求成本要低廉。按照美军计划，未来预计将部署上千架协同作战飞机，包括多种具有不同能力的无人机。据自由时报报道，挪威国防科技公司康士伯正积极升级国家先进防空系统，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这项升级计划将使 NASAMS 系统更加全面，不仅能够有效击落航空器和巡航导弹，还将具备对抗弹道导弹的能力。NASAMS 是美国雷神和挪威康士伯公司基于 AM-120 空空导弹联合研制的中近程防空导弹系统，最大射程25公里，专门用来对付飞机、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目标。该系统集成了哨兵3坐标相控阵雷达、指挥方舱和发射装置等，可同时跟踪60个目标。导弹系统采用固定部署方式，每个导弹发射装置配备了6个导弹发射箱，可容纳6枚导弹。据悉，一个 NASAMS 导弹系统作战单元包括4部雷达和9部6连装导弹发射装置。而想要让 NASAMS 系统具备对抗弹道导弹的能力，乌克兰军文网报道称，这项升级计划的关键部分是整合新型导弹，即 AMR-AMER 导弹。今年2月份 ，AMR-AMER 成功与 NASAMS 进行集成测试，增强了防空能力。据悉，该导弹是 AM-120C8 导弹的升级版，整合了 AM-120C8 的制导部分和采用更强的10英寸火箭发动机和10英寸控制执行器系统，使 NASAMS 防御打击范围从25公里扩至40公里。与此同时 ，NASAMS 还整合了雷神技术公司的鬼眼 MR 防空雷达技术，来侦测到弹道导弹讯号。但现在的问题是，有分析认为 AMR-AMER 的导弹威力有限，无法彻底摧毁俄军的伊斯坎德尔等大型弹道导弹，具体防御效果还要看实战。4月22日，位于德国基尔的第3克虏伯海洋系统造船厂举行了新加坡海军第4艘常胜级潜艇独特号的下水仪式，有250名受邀嘉宾参加了此次仪式，包括德联邦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利斯、新加坡共和国国务部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以及新加坡和德国的其他高级代表。在下水仪式致辞中，张志贤对独特号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新加坡是国际航线的焦点，每年有近9万艘船只经过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占全球贸易的1/3。独特号将有助于新加坡海军保护该地区的安全。新加坡国防部也表示，独特号具有更高的耐力和承载量，是新加坡海军现代化的关键里程碑。独特号下水启用后，会先在德国进行各项测试，再正式前往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独特号是新加坡海军常胜级的第4艘潜艇，前3艘常胜号、精锐号、卓越号，除了常胜号被留在德国厂区给新加坡海军官兵在当地训练用外，精锐号和卓越号已经下水启用。这4艘常胜级潜艇是专为水深较浅且贸易繁盛的马六甲海域量身打造的，由新加坡海军国防科学技术局以及德国的第3克虏伯构思和设计，顺道用来替换掉新加坡自90年代起先后从瑞典引入的挑战者级和弓箭手级常规潜艇。挑战者级是新加坡第1代水下作战力量，一共买了4艘，原型是瑞典的海蛇级，卖给新加坡之前就已在瑞典海军服役了将近30年，舰艇年龄已超过50年，目前已经有2艘退役。弓箭手级倒是年轻一些，卖给新加坡之前已在瑞典海军服役了20多年，舰体年龄已超过40年。其原型是西约特兰级，共购买了2艘，目前仍在服役。弓箭手级与挑战者级相比，不仅鱼雷发射管数量增多，还使用了更先进的 AIP 推进系统，水下作战能力更为出色。同时，这也是东南亚国家引进的第1型 AIP 潜艇。但不可否认，这些潜艇的年龄普遍偏大。为了防止因舰体老化问题出现事故，且为满足新加坡海军的需求，因此新加坡海军就从德国分批采购了更加先进的常胜级常规攻击型潜艇。2013年，新加坡国防部与德国第3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签订合同，采购2艘常胜级潜艇。随后又在2017年追加订购2艘，4艘常胜级的总金额约32亿美元。据公开资料显示，常胜级潜艇是德国第3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在出口版214型潜艇的基础上，根据新加坡海军要求进行定制的一款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借鉴了212型潜艇的设计特征，具备高水平的自动化、增强的水下续航能力以及最高级的人体工程学设计。据悉，其全长70米，宽6.3米，水下排水量约2200吨，
采用了与 212A 型潜艇相同的 X 型尾舵和与214型潜艇相同的推进系统，使其能在狭窄的马六甲海峡内灵活机动，最大水下航速15节，最大航程1万海里，可搭载28名成员，在水下持续工作28到42天。当然，与老式的挑战者级和弓箭手级潜艇相比，常胜级潜艇具有更强的武装火力。其舰艇设有8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18到20枚多用途重型鱼雷和潜射巡航导弹，不仅可执行反潜任务，也可支援海军的特种行动，如用鱼雷发射管输送深海潜水器来执行多样化任务。另外，该级潜艇上也装备了先进的声纳系统，能够在嘈杂的水声环境中精准搜寻、锁定目标。有消息指出，新加坡海军预计今年将接收全部共4艘常胜级潜艇回新加坡，与2艘弓箭手级、2艘挑战者级一起服役。届时，拥有8艘潜艇的新加坡海军将拥有东南亚地区最强的水下战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军援到位后，吴军会进行哪些反击？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